再來，哎呀，最有名的東西出現了！來新航貴賓室絕對不能錯過這個肉骨茶，茶葉蛋不輸華航，很棒。華航的餐食真的是蠻不錯的，红燒牛肉麵一定要來一碗。好啦，大家午安吶！這個機場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？對啊，這是我們最常見的桃園國際機場啦。桃園機場的貴賓室啊，航空公司的部分，其實我們幾乎都開完了。搭星宇頭等的時候，拍過星宇那個2航頭等貴賓室，後來又上過星宇的1航的，然後華航的也上過了。長榮的 Garden 的話，我們在很早之前，很前面集數也就上過了。對，所以國泰當然也上過啦。所以大家這樣就知道，我桃機的航空公司貴賓室就剩最後一間還沒開了，所以我們今天要利用難得的機會要去開一下啦，就是新加坡航空的貴賓室了。等等等等。那這很清楚嘛哈，就是有一間小花在右下角，然後就是4間長榮嘛 ，Club Garden、Star、Infinity， 然後上下就是2間第三方的東方羽翼跟 Plaza。新航在哪兒呢？新航在左邊。那這個的話也是 StarGo 就可以使用了。對，好，那我們就來去新航貴賓室瞧瞧。到裡面我們再來聊新航貴賓室嘍。這一間的話，理論上應該是第2間吧，或第3間吧，因為新加坡主場的，我應該會找時間去拍 private room 這樣子。那再就是台北的部分啦，就在這新航貴賓室 Silvercrest Lounge。好了，那進人口之後右轉進來就是一個長廊的空間。這間貴賓室的話，佔地並不大，但現在是下午2點多3點，相對也是蠻清幽的。我們來看一下環境嘍。其實人潮並不多，因為新航的班機有2班，那有一班已經剛走了，另外一班應該時間還沒到，還早，所以這個時間是人比較少的時間。我們趕快來帶大家參觀一下。好，那空間的話大概就這樣，走到底的話就是廁所部分，所以它是個很簡單的一個空間，就這一個空間而已。食物的部分在台北還是會有茶葉蛋，茶葉蛋可以跟華航比一下。然後有這個川味花椒炸魷魚塊、匈牙利燉豬肉哦，還不錯，有3樣蛋白質的食物：杏鮑菇燒白菜、紅麴素炒烏龍麵跟和風五彩蔬菜。這邊的話還有個養生的藥膳雞湯。再來，哎呀，最有名的東西出現了！來新航貴賓室絕對不能錯過這個肉骨茶。然後再有南瓜、奶油玉米濃湯。最後還有個芋頭西米露，然後這邊還有一些蒸的東西，這邊有芋泥包子、叉燒包，還有燒麥，然後烤箱跟一些麵包，還有台式滷肉飯。然後冰箱裡面的話就是一些基本的飲料哦，然後有這個桂花枸杞凍、抹茶芝麻蛋糕，還有一些水果杯。酒的部分的話，我們看看還有什麼酒哦。這是一支阿德萊德的，這是澳洲的 Sauvignon Blanc， 這是托斯卡納的白酒，這個應該是氣泡酒，這應該不是香檳。紅酒部分的話，在這裡是一支 Shiraz， 然後其他調酒的話，烈酒也都是有選擇的，在這邊。我覺得熱食部分看起來是蠻有誠意的。好了，那我們就來拿幾樣幫大家來試試看這些熱食的口味如何了。空間是真的是蠻舒服，因為人潮真的是不多。那我們把食物各拿了一點點。最前面的話是我們的這個炸魷魚，然後在豬肉，旁邊是蘑菇燉雞，然後在茶葉蛋，還有白菜，然後在這個是最重要的啦，肉骨茶看起來很好吃，然後雞湯、滷肉飯跟玉米濃湯各拿一點點，另外 Sauvignon Blanc 跟氣泡酒也各拿了一些，我們來嘗嘗看嘍。好啦，那現在就是我們的試吃時間了。我對這個炸魷魚塊很有興趣，我們先試試看這炸魷魚塊。是蠻適合當下酒菜，不過我覺得我炸得太硬太老了一點了。Qantas 的花枝真的是比較好吃。這個有待加強。再試一下這個雞肉，雞肉中規中矩還可以。豬肉也還行。
我們來試一口茶葉蛋。茶葉蛋處理的不錯，蠻好剝開的，而且也滷得很透，顏色。茶葉蛋好吃，茶葉蛋不輸華航，很棒。白菜、豆皮，茶葉蛋跟白菜表現比較好。哇，再來這肉骨茶，很棒。這肉骨茶我可以吃好幾碗。這肉骨茶的肉也很好吃，而且裡面的肉都給得很大塊，香香，非常好吃。它帶有骨頭，是我最喜歡的部位。雞湯我們也來吃一點。雞湯是中規中矩了。再來這個滷肉飯呢，我們還是給我們台灣料理捧一下場嘛，看看它滷肉飯做的怎麼樣。不錯耶，地瓜玉米濃湯。它放入地瓜，所以更稠了。我們試試看它的這個氣泡酒。它這是有點那個 Moscato 啦，有一點比較偏甜的氣泡酒，味道也還行。我覺得以外山貴賓室來說，餐飲品質還算不錯。好了，我還沒有吃午餐，現在快3點了，我先來吃個飯，然後今天還是準備一些小故事要跟大家說。吃完飯聊，謝謝新航，吃飽喝足了。好，現在說說我為什麼今天進來這邊幫大家拍攝好了。平常如果從桃機搭長榮的話，那當然有美國運通黑卡的話，我們當然還是去 Garden 嘛。我其實不常搭星夢航班啦，大家也知道我是寰宇一家粉絲嘛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可能資訊上面如果有錯的話，請各位多多見諒，因為我對星夢就不是有那麼的有把握。那今天就是因為我搭乘的是不是長榮的星夢成員，我今天要搭韓亞航，因為上次我幫大家開箱那個 A380嘛，那我還有回程，所以我開的是首爾來回票，所以我現在台北要飛回首爾，所以我今天搭韓亞航。那韓亞航的話，有星夢金或商務艙，大家都可以進來這一間。那這些的話，當然也遵守星夢規則。雖然韓亞航的 boarding pass 上面預設值使用是長榮，不過你要進來新航也是沒問題的。新航這邊真的很清幽下午這個3點多幾乎沒有什麼人就是很舒服的狀態。好，那我們來聊聊新航貴賓室好，因為上次我們在首爾的時候，我們聊的比較少。新航的話，除了新加坡本站之外，在全球總共有10間貴賓室，其實只有10間呢，其實並不算多，因為國泰的話是更多的。這一集我們可能聊的方向就是拿新航跟國泰做比較啦，因為上次留言區也有人問嘛，說為什麼我新航拍的比較少，對，所以我想今天的對比我们都用國泰好了。新航最厲害就是澳洲嘛，它是澳洲国家航空了，澳洲皇家新加坡航空，它的澳洲4大點都有貴賓室，就是雪梨、墨爾本、布里斯班跟博斯4大點都有貴賓室，然後唯一最遠就是 London， 然後其他5間在亞洲，由北到南的話就是首爾、台北、香港、馬尼拉跟曼谷。对，所以其實也很好記，它全球就總共10間貴賓室而已。那這10間裡面，澳洲的4間的話，我是沒有去過。那我目前當然去過，就是台北，然後首爾，然後香港，然後新加坡本站。那我們這邊有一張圖是 Many Miles 這個網站，這個網站專門探討新航，它這個圖很清楚，我們放上來。2026年就是明年，或者今年上片的時候應該今年我們應該是2026年上片了。今年的話，原本的話現在有3個階段，還有所謂 Older Concept， 就是最舊的一個新航貴賓室的樣貌，然後再是 Home Away from Home， 就是家裡面的感覺的貴賓室，然後最後是 Latest Concept， 就最新版貴賓室。舊版的話，現在只有剩2間，就是墨爾本跟台北。不過墨爾本就是因為2026要開新的了，或2027，對，所以很快我們台北這些貴賓室會成為全球唯一新航舊款貴賓室，這樣好像沒有什麼好值得得意的。不過就是到時候墨爾本重新開幕之後，台北這一間會新航唯一一間就舊版這個裝潢貴賓室的一間了。然後 Home Away from Home 的 concept 的話，就是 Bangkok、Brisbane、Hong Kong、Manila 跟 Seoul。那最新的 latest 的 concept 就最新版的貴賓室的話，就是 London、Perth 跟 Sydney 都在2024開幕，3間都是。London 的給大家期待一下，我應該會去看 London 那一間哦，就是新航 London 最新版的貴賓室，然後 F 部分我應該會去開，對，所以 Perth 跟 Sydney 的話也是新版的，那墨爾本也即將要進入就新版的行列，所以新版到時候就會有4間，倫敦、博斯、雪梨跟墨爾本。當然，新加坡本場的話，2026年 T2 的新的 First Lounge 也會開這樣子。不過，我覺得一則是說，台北哦，對了，我們剛剛甜點拿了一個這個西米露，芋頭西米露，我們也來吃一口好了，潤潤喉。沒有很甜。
口味還行。我剛剛餐食還沒有說完，它肉骨茶選的部位是我非常喜歡的部位，因為我就喜歡骨頭邊然後有軟骨的肉，所以如果喜歡啃軟骨的話，哇，肉骨茶可以吃得很爽。然後它的滷肉飯也不錯，我覺得以外站貴賓室而言，餐食算不錯。雖然我覺得比不上首爾那一間，因為首爾那一間有個那個自助的那個餐台區，可以自己做那個拉薩那一區很厲害，就是蝦子啊、蛋啊、肉什麼的，隨便你自己做。然後那個拉薩非常的濃郁，非常的香，非常好吃。這一間的話是用肉骨茶。首爾那間的話是用拉薩，不過都一樣，就首爾那間也有韓國在地的元素嘛，就是那些辣燉魚啊，什麼東西泡菜什麼東西，那這邊也有滷肉飯，所以信航貴賓室也是有就是在地的元素啊，然後跟新加坡特色兩者都會兼備，所以這個也是不錯的部分。所以餐食部分我覺得是很好。那我覺得蠻多人詬病長榮貴賓室啦，但是我覺得是愛之深責之切。長榮因為真的做家大業大，有這麼賺錢，應該有貴賓室要做得更好。那一間那都人滿為患，所以如果你常搭新夢從桃園出發換口味，或許你也可以來新航走走。新航的話就真的是清幽很多，東西我覺得其實也不難吃，也蠻好吃的。好，我們回到剛剛那個話題，新航雖然表面上好像很虧在台北，就是怎麼現在全球最舊的貴賓室裝潢就在台北？可是我覺得其實話不能這樣說，我覺得我們應該反過來看，在新航外站貴賓室這10間有設立的地方，其實台北真的是它算是航班最少的地方。我們一個個來說好了哈，倫敦自然不用講，倫敦是重中之重。對，到時候我們去拍倫敦的、新加坡的 F Lounge 的時候，我想對標就是 Cathay 的 F Lounge。上次在首爾的時候，其實我跟大家聊過，就是其實很多人會問說，為什麼我比較喜歡國泰，不喜歡新加坡航空？那其實也沒有，但是問題是，國泰跟新航，我覺得如果你要去做一個對比，然後要做一個公平的一個貴賓室，我們現在單講貴賓室，機上我們就下一個主題嘛哈。我們如果單講貴賓室的比較的話，我覺得國泰跟新航能夠一起比較的，在同一個基準上面的貴賓室，其實我覺得不多哈。比如說，我覺得台北，我覺得不公平，台北新航就1天2班，旺季增到3班。國泰1天連同第5航權15班呢，疫情前是20班呢，所以班次差這麼多，貴賓室豪華度一定有差嘛，對不對？所以我覺得最能夠對比就是倫敦了，因為倫敦是幾個特色，第一個是倫敦市當然是國泰跟新航長程線最重要之一的點，沒有第二。就是香港倫敦1天5班，新加坡倫敦1天4班，但新航用380，所以無論它的載客頻率、載客量、重要性，我覺得都是不言可喻的，相等重要，而且都有分商務區、頭等區，所以我覺得到時候我們去拍那間的時候，我們會好好對比。那澳洲的話是沒得對比，因為國泰在澳洲並沒有自營貴賓室，澳洲全都使用 Qantas 的資源，這是很自然的。同樣道理，新航在日本也沒有自營貴賓室，因為全使用 ANA 的資源嘛。但國泰其實也可以用日航的，但國泰就選擇，因為東京真的太重要，所以國泰在成田跟羽田都有自營貴賓室。亞洲剩下這5間新航貴賓室能拿來對比的點，剛剛我解釋過，就是說台北是不公平的。對，首爾的話，國泰貴賓室收掉了，所以首爾沒有。那所以香港本站當然不能比，所以只剩東南亞2個點，就是馬尼拉跟曼谷。所以馬尼拉跟曼谷，我覺得或許可以拿來做比較。曼谷的我去過新航，但是我還沒有拍，等到拍攝的時候再跟大家聊好了。馬尼拉的新航貴賓室我覺得還沒有去過，不過這2個點的話，應該國泰跟新航距離差不多，班次也差不多。但馬尼拉我印象中應該國泰班次是略佔優勢啦，因為畢竟還是香港是比較近，所以國泰的班次其實好像1天有6班，那應該是有贏過新航。曼谷的話，我想2間就差不多，甚至應該國泰會更具優勢一些。我的印象中啦，因為國泰在曼谷1天有7班8班嘛。這間台北的話，就是像剛剛這樣講完，大家發現就是新航貴賓室的話，澳洲就不用講，倫敦是1天4班，澳洲那4個點最少都是1天3班。而且長程線本來就重要性和短程線不能比較，這個觀念我們在上次在那個 Qantas 的 London 的時候，我們跟大家聊過了。因為對一個航空公司而言，如果你一個長程線的外站，有的航班一定會比短程線重要，是因為這些長飛長程線外站的客人，基本上他成為高卡幾率會高很多。因為飛長線，你無論用距離制、積分制、dollar base， 你長程線的積分一定多，金額一定高，距離一定長嘛。所以你常搭長程線，你會成為剛航空公司的
常客或是高卡幾率一定變高。所以如果你有營運一個地方，一樣是一天4班，長程短程線，長程線點一定重要太多。所以澳洲那4個點的話，基本上新航都至少一天3班，甚至墨爾本是一天5班。所以澳洲那4個點的重要性對新航而言，一定比台北重要太多了，班次也多太多。倫敦就不用講了哈。那亞洲這5個點呢？新航首爾其實班次比台北多，新航首爾一天是3到4班哦。那我想香港、馬尼拉跟曼谷就不用說了，新航這班次一定是比台北多太多了。台北现在常規性就一天是2班，只有旺季每年2、3月會加班到一天3班。聽說明年好像從12月就要加了，但是旺季時間很短，2、3個月加到一天3班，其他時間就是一天2班而已。能有一個自營貴賓室，我覺得其實要非常的感謝新加坡航空了。我不會說這一間很寒酸，我也不會說這一間很小，或者我也不會說這一間怎麼還是舊裝潢，新航為什麼不改裝？我不會這樣說，因為我覺得新航願意提供資源，在台北桃園機場設立貴賓室，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誠意了。我再說一次，任何航空公司願意投資桃園機場蓋貴賓室，我們都非常感謝。太航曾經在台北桃園也有貴賓室，不過 it's gone。所以這個在新航在這邊貴賓室，我覺得還是非常不錯。雖然是10間貴賓室裡面目前可能就最舊，但是也是航班最少的部分。而且還有一點是值得跟大家特別說的哈，像首爾那一間吶，上次我跟大家拍的時候，跟大家特別提醒，它是開放時間是有限制的。新航班機沒飛，它就沒有開門，所以它並不是開 whole day， 並不是開一整天。所以上次我跟大家分享過，就是說你要去那間的話，你可能要看好航班，因為你要回台北的話，你只能搭韓亞航或長榮嘛。那某些航班幾乎是沒有辦法進去，因為時間對不上。对，可這間不是哦。這間不是哦，新航一天只有2班，就是一班中午1點多，一班可能下午3、4點、4、5點這樣子。可是台北的話，早上8點20就開了，開到下午5點45，所以其實很有誠意耶。上次首爾那間，你看，首爾就是6點15到11點，然後關門；1點45到4點25關門；8點50到11點半，所以一天就是3到4班，有航班才開門，沒航班就關門了。但是台北不是，台北是從早上8點25一路開到新航起飛5點45，只有晚上沒有開而已。不過也非常神，因為新航白天都沒有航班吶。就這間在這邊開，我覺得相當的有誠意了。然後開放時間其實也夠長，然後從早上開到下午，而且真的人潮是不多，所以各位從桃園出發，下次如果搭新夢航班或搭長榮航空，如果去膩了長榮的lounge或覺得人太多，來這邊坐一坐吧。我覺得這邊是蠻好的一個選擇，就蠻有誠意的。桃園機場的貴賓室外籍航空公司的其實真的是並不多啦，就只有國泰跟新航。那其實最高以前的話還有日航跟太航。那太航的話關掉之後就沒有再開了，日航的位置也不會再開了，因為日航的位置已經換給了星宇，而且日航在桃園的班機真的也是越來越少了。然後這間貴賓室其實空間大小跟之前日航那一間比的話，日航那一間之前有按摩椅的設施，然後可能比這一間空間略大一點點，对，但人潮也真的多很多啦，因為日航高卡真的超級多，而且日航以前尖峰時刻在桃園機場的話，一天是有5班嘛，2班東京，2班大阪，1班名古屋是有5班，所以班機也多很多啦，所以空間上大一點。所以這一間的話是算現在目前外籍航空公司，國泰當然是非常大間之外，就只有這間新航了。大家好好珍惜，好好把握啊！外籍航空公司因為在桃園機場開貴賓室都是很棒的事情。現在時間到了4點多，那新航班機因為5點多起飛，這個時間人就變多了，但是也還好，不像長榮可能一位難求。對，那這一間貴賓室的話，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新夢金卡或搭新夢商務艙的話，其實蠻推薦來的，因為相較 Star 跟 Infinity 的話，這邊的空間是舒服很多。食物的話，我覺得肉骨茶是蠻值得吃的，然後滷肉飯也還可以，其他食物的話選擇也還算在水準以上。少了冰淇淋是沒錯啦，長榮是有冰淇淋可以吃啦，有哈根達斯嘛，當然這邊是沒有冰淇淋。其他部分我覺得作為一個休息室的話，這邊是蠻不錯的。那我們新航貴賓室之後有機會再給大家開箱別的，應該2026年我們還有幾天可以開箱的哦。好啦，那這樣子桃園機場我們就大滿貫了，目前所有航空貴賓室全部都拍完了。對，那我們就下一集貴賓室飛行旅行，然後飯店再見嘍，拜拜。大家早安啊！我們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熟悉的機場啦。大家看到這邊就應該知道啦，我們現在又來到桃園機場啦。
那這是二航廈的部分。其實桃機貴賓室我們真的拍的差不多了。今天是要拍一個我不常有機會搭到啦，就是我主要搭寰宇一家嘛。那今天就是有個機會可以來二航，對，然後我可以去用中华航空貴賓室。對，我今天搭日本航空。那日航的話，在桃園的話，地勤都是跟華航配合，對，那所以今天為什麼要搭日航，這故事就比較長了。反正我今天就是搭日航，沒有搭國泰，那所以我今天在二航的話，就可以用華航的貴賓室。上次給大家拍過一航廈那一間嘛，那我是蠻喜歡那一間的啦，然後觀眾反應也蠻不錯的嘛。那我說好，那今天難得來二航的話，我們再來拍一集二航的華航貴賓室。二航的華航貴賓室的話是有2間，一間的話在梅苑，就是在長榮的貴賓室的旁邊有一間梅苑，另外一間的話在我們今天去的D4。那我是問了我們的顧問，因為我們顧問是那個天河聯盟的 Elite Plus， 然後還有我一個上次我们那個阿土伯是華航的翡翠，对，所以他們說D4這間他們覺得比梅苑那一間好，對，裝潢比較新，但D4的話就是要走下樓，对，他說如果不排斥下樓的話，你就可以去D4。所以今天給大家拍的是桃園機場第2航廈中華航空貴賓室D4門的這一間。好，所以我們現在就到了華航貴賓室嘍，梅花在這邊。好了，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下樓嘍。對，在D4門這間華航貴賓室的話，一般去的話就要走下樓了，就會像這樣，要走經過一個樓梯。那我今天抵達貴賓室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多，約莫10點半左右。哦，這個時候好像錯開了尖峰時刻。哦，貴賓室這個時間人是不多的哦，不錯不錯不錯。哇，有一區都是空的耶。所以左轉的話，這邊是廁所跟一區。好，那前面的話就還有另外一區，我現在往前走。好，第一區看到了這邊的食物的話，是一些簡單的一些麵包類的東西。這裡有鮪魚可頌三明治，然後有番茄蔬菜的，一些甜點，一些起司。果乾軟糖，哦，珍珠奶茶出現嘍！來教你可以做這個百香珍珠氣泡飲。對，旁邊有一些簡單的酒類，酒的話是這一支。熱食部分，第一個看到的這邊這是薯餅，然後這邊的話有個枸杞燉雪耳，哦，薑母鴨哎。然後翡翠菜飯，這是上海菜飯的東西。然後再是番茄肉醬筆管麵，這是3杯素豆腐。哇，華航餐食真的是不錯耶。然後再是五柳鮮魚，哦，這是韓式炸雞呢。然後芋泥包、菜包、燒麥。然後這邊就有些青菜在這邊。還有華航最好吃的這個茶葉蛋，然後11點就工業泡泡冰的基隆廟口的，然後2種口味，有百香果跟煉乳檸檬，這不錯。那現煮餐台有什麼？我們來看一下嘍。好，所以有4種：紅燒牛肉麵、赤肉麵線、蔬菜乾拌麵、香椿野菇素麵。華航的餐食真的是蠻不錯的。紅燒牛肉麵一定要來一碗的，然後那個薑母鴨裡面還有米血耶，然後有腐乳醬，然後茶葉蛋，然後菜我各拿了一點點，菜飯1口，然後魚、炸雞、豆腐、腐竹跟薯餅。好，那我們來享用美味的早餐嘍。那我們現在開始享用了，第一口還是先試牛肉麵吧，牛肉麵看起來好好吃啊，看看跟一航的比起來怎麼樣？麵條不錯呀，牛肉也好吃。我覺得華航的應該是僅次於國泰，我在桃機喜歡的牛肉麵。牛肉麵很棒。好，再來我們來試試看這些主食的部分哦。現在試一口這個菜飯，類似上海菜飯那種感覺，還不錯。魚柳也來嘗一口，中規中矩。豆腐，不過這間的那個冷菜好像就少了一點。只有一個腐竹，上次在那個一航那邊有那個海蜇皮，我突然發現我少拿一個東西，趕快去補來，居然忘記拿珍珠奶茶，那怎麼行呢？來華航貴賓室，沒人來杯珍奶是不行的啊！但這個珍奶，我覺得珍珠沒有國泰的好吃哎，
國泰珍珠比較好吃，而且奶茶對我來說稍微甜了一點，不過還是不錯啦，至少有準備這些有誠意的東西。再來，我來華航貴賓室最喜歡吃的就是他們家這個茶葉蛋了，華航的茶葉蛋超好吃，滷得很夠味。我們再來試它另外一種，就是百香珍珠，然後加這個蘇打汽水，這應該就沒那麼甜了吧？看會不會好一點？這個比較剛好，奶茶有點稍微太甜了一點。接下來韓式炸雞，那聽我們顧問說，之前還會有那個韓式的那個生菜包肉，聽起來也不錯。先吃一口炸雞，炸雞的皮稍微沒那麼酥脆，有點可惜，醬汁還可以。再來我們來吃這個，上次在一航沒有吃到的這個香母鴨，在鴨肉部分再一點它附的這個腐乳醬。香母鴨倒是不錯，蠻特別的。華航的餐食真的都不錯吃了，不過這間的話就是要看時段，這個時間來真的人蠻少的，而且剛剛日航的話給的那個 coupon 啊，上面是寫說希望你去梅苑，但是我有過櫃檯缺個印人員，我說那梅苑可以去，第一次可不可以去？他說第一次也可以去，好，那果然我選對了，顧問跟我打土我都說對了，第一次的話環境真的比較好，因為新裝潢的，然後也比較寬敞，人也比較稍微少一點，是個不錯的選擇哦。好，那我先把餐食吃完，再跟大家講我今天為什麼會有這趟奇妙的旅行。好了，那我們現在在這個華航的這個書法牆前面給大家聊聊天。今年是2026年的話，那今天拍攝是4月20號。那今年真的非常希望下半年就能夠拍到華航的7879，非常期待，因為就是希望華航可以今年會推掉330的，然後738也推掉一些，希望華航的產品能夠有提升。華航餐食真的是不錯啦，我平心而論，我還是覺得一航下貴賓室的華航比較好吃。一般去的話，我還是覺得一航下那間比較好吃，二航這間我覺得東西還是少了一點。牛肉麵口味的話，一樣還是不錯啦。不過其他東西的話，茶葉蛋也是經典不錯。但一航下我覺得就是那個熱食種類，還有那個小菜種類，像什麼海蜇皮啊，還有之前吃的豬耳朵啊，一些下酒小菜，好像一航下選的是多一些的。整體空間上，一航下那間也比較大，所以我覺得一航跟二航两家華航貴賓室，我還是會覺得一航的比較好。那今天給大家講的小故事就是我今天為什麼會飛這一段。加上我現在修行國泰的話，那能有國泰航班我都盡量會搭國泰，因為國泰自家積分其實多很多，那對於累積高卡的話其實很有利。其實我今天本來要給大家拍一段阿聯酋的 Game Changer 新頭等，我都開好了，開在5月，但大家也知道中東戰事爆發，所以我幾經考量之後，我還是決定就是說把那個票退掉。对，那我當時開的時候，我是用 Qantas 去開 EK 的頭等，那時候是末班車了。那後來 Qantas 就歷經了2次改表，就是割韭菜割2輪了。然後而且後來也跟隨阿聯酋自家，因為阿聯酋自家早就已經宣布說，必須是自家的高卡會員才可以兌換頭等艙，有類似法航的做法。那阿聯酋這樣宣布之後，那時候一直有一個 bug， 就是說還是可以透過 Qantas 去換到阿聯酋的頭等，但今年的1、2月份也宣布要加限制了，也就是 Qantas 之後，也就是你要Qantas自家的 Silver Member 以上，你才可以兌換阿聯酋頭等。而且在去年的8月改表之後，在 Qantas 的系統上面能看到的阿聯酋頭等的航班，已經不再是所有航線了，就是說95%的航線你都看不到了。你只能看到就是往返澳洲的航線，就是你起點或終點如果是澳洲那的航線，你還有機會查到阿聯酋頭等的票。其他的話，比如說你今天要換一個什麼香港杜拜、香港歐洲，一概找不到。就是這樣子的票，阿聯酋不再開放給Qantas會員兌換了。那所以等於是我開的那一張其實是從杜拜到布魯塞爾，其實非常想搭，對，但是就也沒辦法，就是戰爭嘛，對，我覺得還是安全比較重要，所以退票。退完票之後就很麻煩了，因為我就會有海量的 Qantas 的里程，可是我当时去兑換或者購買的時候是之前的價格，後來因為貶值了2波，它割韭菜割2次，哇，这真的是史上無敵超快貶值速度啊！那我覺得貶的最誇張的就是 Qantas 跟 Singapore Airlines， 新航那個改表真的是嚇死人，加入那個 Access 之後真的是天價。那 Qantas 的話是連續改了2次，不停的調整，比起來國泰的調整，今年2026那個真的算是微幅的不得了了。
了，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佛心了。那所以我就陷入了非常尷尬的情況，因為等於是我那張票退了之後，那之前還有再換一些，所以我等於手上我有大量的Quantas的里程都變成冥幣了，很慘，就是被割韭菜，整個被割到。那唯一解法就是再開一張阿聯酋頭等，可是大家知道，那前提就是我必須要先變成Quantas的銀卡。其實這件事情對我來講就是一點意義都沒有，因為我已經有寰宇一家的高卡了嘛，我有國泰鑽，然後我日航也有綠寶石，然後 AA 跟日航匯集我其實都有。但是我現在為了要開出這張里程票，拯救我的Quantas的冥幣，我必須要有一個Quantas的 Silver Status， 對，否則我沒辦法開這個票。那好在是，應該影片已經上了，就是我有搭一段那個阿聯酋的那個基督城到雪梨的頭等艙，那時候我今年的2026年的旅行那一段的話，其實我是買 QF 班號，所以其實冥冥之中就不知道為什麼，反正那時候就是買 QF 的班號，所以呢，我的 QF 賬上其實有一點積分，我再充一下就可以了。那 Quantas 的這個里程計劃基本上跟英航舊制差不多，它會限制你一定要有4腿自家航班。不過它的自家航班定義就是你可以是 Quantas， 你也可以是捷星，3K 是已經倒掉了，所以你之前的話是可以用3K， 可以用 Quantas， 可以用 JQ， 還可以用日本捷星 GK 解 Quantas 自家4段这個限制。新加坡捷星沒有了嘛，對不对？很快。今年年底 GK 也沒有了哦，因為 Quantas 要退出日本捷星了，所以應該之後要解這個澳航4腿，就真的只能去澳洲了。所以我想來想去，我覺得好，那利用這個時候趕快衝，因為現在日本捷星還活着嘛，所以我就是利用日航這一段，我買來回商務艙。那這一段商務艙待會我們上機再給大家介紹。那這段的話價格真的是不貴，對，才28000塊不到。來回商務艙，那可以獲得 Quantas 的積分是120分。那我本來賬上就有160分，加280，然後我還差3腿嘛，因為剛剛說要解4腿自家，那但是我那一腿因為是買 QF 班號，所以我那段阿聯酋是算 QF 班號，所以我只差3腿，所以我在日本國內呢，我要再搭3腿的 GK 日本捷星，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把Quantas的4段解掉，那捷星呢一腿都是10積分，就這樣剛剛好就可以過300的門檻，310，這樣我就會拿到 Quantas 的 Silver Status。那這 Status 呢沒有用，它只是紅寶石，我不會拿來用，因為我有很多藍綠寶石了。那這個單純就是為了拯救我的冥幣，所以我有這個匯集之後，我就可以再有1年的時間去規劃，然後開阿聯酋的頭等。對，那希望可以順利開到票，幫大家開箱，大家也很想看吧。總而言之呢，就是 Quantas 的里程真的是大家不要囤積，因為它那個貶值速度真的是飛快。如果你真的要兌換的話，可能就要想好，而且你要有 status。所以你如果想換阿聯酋頭等的話，就你要先有澳洲航空的銀卡匯集，然後再去不管利用轉還是利用買各種方式獲得里程，然後開票，但只能開澳洲的相關，對，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搜一搜，对，這個就是票不是很好找，對，因為它現在大部分的票你是搜不到了。小故事今天就分享說，我今天為什麼會來華航貴賓室，因為平常我真的不會來二航華航貴賓室，因為大家知道二航的華航是日本線為主嘛，可是日本線華航現在是不放里程票給外加的，所以我很少有機會到二航的華航貴賓室，剛好利用這個機會，就是這個為了 Quantas 的 Silver Status， 非得搭這一段不可。那這個是最便宜的飛法啦，因為我要解 GK 的話，我必須到日本一趟，總比我飛到澳洲便宜吧，而且也比較累啊。对，我總不能因為這樣我真的就飛一趟澳洲，那太瘋狂了。所以飛到日本那個是最簡單的。那之前的話，你還可以飛新加坡，用新加坡解新解，但現在就不行了嘛。所以你現在目前要解澳航4腿的班號的話，就是飛日本，用捷星解日本解最簡單嘛。那既然要飛日本，那就是國泰跟日航積分是一樣多，哪家便宜搭哪家啊。那這個時間點的話，買票是日航比國泰其實便宜蠻多的，就才賣28000而已，所以就好。搭一下日航吧。日航的話，我們等於像拍過7878、7879，那我們今天還會拍另外一個機型哦，又是不一樣的機型，對，非常的有趣啊。好了，那給大家這樣前情提要完畢了。對，這是我們今天給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哦。那我們也在這邊休息差不多了。那最後的最後，我們用這個廟口基隆泡泡冰的這個冰淇淋來做個 ending 吧。這個是11點供應到晚上11點半。對，那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來吃點冰淇淋。口味還不錯，不過廟口泡泡冰哦，我還是比較喜歡那個
花生大豆口味啦。我個人還是評價，我會覺得一航的貴賓室華航那一間比這一間好，但這間的話也算還可以啦。餐食選擇也還算蠻多的，然後這個時間是蠻清幽的。不過其他時段就不一定了，因為尖峰時刻我想應該是很可怕的，因為畢竟大家知道嘛，就是華航金卡就是對，不好說，就是辦張信用卡就可以有了，所以就是這個金卡在台灣實在是太多了，幾乎人人都有一張，大家都可以進貴賓室，所以尖峰時刻的華航貴賓室是人潮蠻可怕的。那這個時間的話是還好，因為早上尖峰時刻已經過了，對，所以我今天蠻榮幸的，就是給有機會給大家拍一個就是很幽靜的華航貴賓室的樣子。好啦，那這樣子我們就到這邊結束嘍。那下一集貴賓室飛行體驗飯店再跟大家見面嘍，拜拜。香港機場新航貴賓室，Lasa，然後雲吞麵，然後這個是椰漿飯，香煎蘿蔔糕，然後這就是黑毛豬午餐肉煎蛋公仔麵，重新裝潢過去是有变得比較典雅跟比較高級一點。那新加坡航空也準備了這個春節的特殊活動，現場書寫也是非常的用心。